小琼峰上，先是远远捕捉到这一幕的李长寿心底顿时泛起了少许念头。忘情上人果然是在躲着自家小师祖呢，为什么要躲呢？还没有做好离开纯阳象牙塔的心理建设，又或者是觉得抹不开情面，怕这事儿丢了面皮。李长寿坐在摇椅中静静地思索着这些。如果是因为我那张新婚宝录导致发生了这种情形，那我还真是难辞其咎，必须做些事来补救才行。这当真是算天算地，算不住人心微妙。忘情居周遭很快就被阵法与结界给护住了，阻断了李长寿的仙识探查。但是无妨，既然请万凌云长老出面，李长寿自然就做好了万全之对策。此时万凌云长老袖口中藏着一只纸人，而纸人身上贴着一只两心通，此物可以直接进行心念交流的法器，长寿小玩意儿系列出品。如此，李长寿既可以全程听两位前辈所谈，也可以及时与万凌云长老通气儿。然而阵法开启之后，万凌云长老与忘情上人各自陷入了沉默。若非门外有风声鸟鸣之声，偶尔还有久久师叔在小楼中传出的那种极度无聊时才会有的嗷呜声，李长寿差点以为自己的纸人失效了。师祖回山之后，久久也不敢去小琼峰了，期间都是灵娥送酒过来，这让闭关了几次的他已经在抓狂的边缘了。且说忘情居内，忘情上人与万凌云长老在小楼中的花厅内分宾主入座，气氛渐渐地变得有些尴尬了起来。两个人本来就没什么交集，偶尔碰面呢，也都是在正式的场合，讨论的都是门内的大事，而且1000年内都见不到一两次。简而言之呢，就是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就像是之前东海大战中海面上铺满的大半海味，不太熟。片刻后，忘情上人开口道：万长老，您这次过来不知何事？万凌云长老沉吟一声，想着此前长寿的叮嘱，随之便冷冷一笑。忘情上人顿时不明所以，也不知道自己哪里得罪了这位长老，皱眉等待万长老开口。就听得万长老也跟着沉吟一声，问道：你可有道侣？道侣？忘情上人虽然有些疑惑，但还是立刻回答道：师侄是有道理的，只是此时尚未报给内门知晓。师侄的道侣是那小琼峰上江灵儿，他也对师侄提过您很多次。江灵儿是我关照的，你不必自称师侄，坏了门内规矩。万凌云长老淡然地归了两句，李长寿心底的声音在他心底响起：长老，不是说这个。万凌云长老清了清嗓子，双手交叠摁在自己的拐杖，注视着忘情上人，继续开口：既然你有道侣，那就简单了。我近来炼制了一类丹药，是针对天仙境巅峰的人族炼气师，不知效果如何，所以想找你来试试。忘情上人笑道：哈，原来是这事儿啊，长老您直说便是。万凌云长老淡然道：我有拐弯抹角吗？并未。忘情上人陪笑一二，万凌云长老已经是将一只锦囊给拿了出来。这锦囊出自李长寿之手，其内装着的便是最新加料版雄心丹。清水过量警告。万凌云长老又道：这丹药是给有道侣之人服用，你知道是何意吧？自是知道的。忘情上人微笑着，但随之笑容就有些凝固，叹了一口气。但我只是知道大概，总体来说并不算精通。不瞒万长老，此时我也在为此事发愁。
万凌云长老点点头，本不想多问旁人私事，但是李长寿此时已经在心底不断的呐喊：问下去，长老务必问下去啊！愁什么？这个……忘情上人叹了一口气，他站起身来，走到一侧的窗前，凝视着窗外云雾仙鹤，注视着九字九仙人的居所。万凌云长老也有些纳闷，继续问道：道侣之间不就一二事，为何如此发愁？不瞒长老，我或许不配拥有道侣。不配？万凌云长老面色有着少许震动。小琼峰丹房处，李长寿更是被震惊到，差点从躺椅上翻出来。什么鬼啊？忘情上人莫非是修了类似于葵花宝典的修行功法？不对呀，就算是真的修葵花宝典，炼气士还可以通过各类手段恢复自身道躯，而且人教功法修行那都是追求的自在圆满，不可能那啥呀。万凌云长老顿了顿拐杖，发出了2声咚咚声。万长老定声道：若有问题尽管说来，我不善旁事，丹药还是懂些的。忘情上人缓缓叹了一口气：与丹药无关，也与道躯无关。哦，那是所谓何事？忘情上人有些欲言又止。一旁的万凌云长老站起身来，拄着拐杖向前走了2步。富贵，我也算是你门中长辈，你又是门内之栋梁，最有希望突破金仙之天仙。你若有难言之隐，尽管说来，我自会全力助你。多谢万长老。也罢。忘情上人做了个道揖，随后便做了一个请的手势。长老，请随我来书房。善。万凌云长老缓缓点头，跟着忘情上人去了侧旁书房。刚进书房，万凌云长老就是眉头一皱，而通过纸人偷偷散出一缕仙识的李长寿也看到了书房正中最显眼位置所悬挂的那一幅新婚宝录。小琼峰上，李长寿捂着嘴一阵咳嗽。旁观2位门内大佬直面自己所做的这一幅宝图，当真是有些臊得慌啊。万凌云长老定睛一看，随之便略微皱眉，言道：忘情，你可是要戏弄于我？长老，我怎敢呢？忘情上人苦笑道：我进来也是被这套功法给难住了。功法？万凌云长老和李长寿齐齐一愣，忘情上人道：长老您看呢，此物名为新婚宝录，是我五弟子所赠。小五曾说这宝录乃是新婚结道侣必修之法。我仔细琢磨了一日一夜，发现其中蕴含着天地之理，颇为玄妙啊，需2人同时施展。只是始终参悟不透这功法该如何修行，其内又蕴含了哪般仙力运转的方式。长老且看，这是第3式与第4式，本就无甚关联。长老，万长老，你呀！万凌云长老用力地顿了几下拐杖，修行都修糊涂了。已经快笑晕过去的李长寿此刻也是有些讶异。万凌云长老意外的很懂啊，就听万凌云长老定声道：这类功法我也曾见过几次，这是阴阳双修之法，最关键之处就是需男女同时施展。你一个人在此地闭门琢磨，能琢磨出什么结果？男女大同也有小异，有些丹药也是要划分男女服用的。是这么个道理。忘情上人仔细地想了想，继续苦笑：我本想琢磨透了此术再去寻我道侣，之前甚至觉得连人人都会的功法我却参悟不透，根本不配拥有道侣。不曾想终是落了下乘，忽略了阴阳之别呀。多谢长老点醒。善。
你明白了就好。已经懂了，我稍后去找灵儿一同研究。万凌云长老缓缓点头，也没多看那张宝图，转身朝着屋外而去。紧接着，万长老将那颗丹药留下，就按李长寿暗中传声所说，告辞离开了忘情居。那丹药，万凌云长老临走前冷笑着叮嘱了几遍，必须是与道侣独处时才可以服用，用后也可以来丹顶峰言说效果如何。忘情上人连连答应，送走了万凌云长老之后，便再次回了书房中，犹豫几分，继续坐在那儿参悟玄功，还是想要参透此法，再传授给自家道侣，以免被道侣取笑。半个时辰后，接到李长寿飞鹤传书的酒屋匆匆落在小琼峰丹房前，刚进大阵就被李长寿一阵追问：师伯，献上那宝图时您是怎么叮嘱的？怎么叮嘱？酒屋眨了眨眼，笑道：就是按你说的叮嘱呀。原话。李长寿定声道：这很关键。这个酒屋咳了一声，见李长寿如此郑重，就言：现在你就是我师傅啊，且看我如何对你言说。师傅。李长寿皱眉应了一句：弟子给您找来了一件玄妙的功法。酒屋笑声说着，在袖口摸出了一颗灵石，装作是内感化轴。酒屋继续道：这功法名为星魂宝录，但凡心结道侣都需修行。这也是门内长老让我送来的，他们听说您结道侣之事，心里都开心得很。师傅，这功法我给您放这儿了，您抽空了就看一眼。还有这几只画轴，也是弟子的珍藏，今日就送与师傅吧。酒屋眨眨眼：就这么说的？我离开时，师傅已经拿起你画的那东西在看了。哎呀，放心吧，肯定错不了。李长寿满脸的黑线，真的，话为什么不能直接说明白呢？非要这么含羞带怯，拐弯抹角吗？活在这个世上，当真是太艰难。还好，万凌云长老那几句叮嘱，应该是起了些许的作用。半日后，黄昏时分，忘情上人驾云自破天峰，面色有些失落的朝着小琼峰而来。这次应该能成了吧？李长寿看着落在湖边的忘情上人，以及草屋内迎出来的师祖江莲儿，又低头看脸自己手中的新火烧。这个暂时就不用了，做太多反而不美。将药囊收起，李长寿在丹房前负手而立。湖边那两个人坐在了熟悉的柳树下，李长寿想了想，对灵娥传声，如此这般叮嘱了几句。不多时，灵娥驾云朝着湖边而去，落在师父草屋前。将草屋中可能是在修行的奇缘道长喊醒，与师父言说一二。奇缘老道看了看树，先是一愣：进展这么快？李长寿、灵娥都不知道怎么回话了。随之奇缘就是温柔的一笑，目光中带着几分感慨与怀念。他看自家师父江莲儿，就如同看到自家独守空闺几千年，今天终于要嫁出去的老姑娘一般，万分欣慰，略微不舍。师父，咱们快走啦！灵娥做了一个鬼脸，奇缘顿时抚须轻笑，点头答应。随后这一对师徒朝湖边柳树下而去，对师祖和忘情上人行礼之后，奇缘老道就道：师父师伯，弟子近来想修行炼丹之道，就去丹房那边小住了。江莲儿顿时明白了一点什么，故作镇定地应了一声，实际上耳根都已经红透了。灵娥拿出一枚玉符，恭敬地递给了江莲儿，柔声道：师祖，这是您屋子周围的隔绝阵法，是师兄与99师叔一同做的。
好，我知道了。江灵儿将玉符接过来的时候，小手都在轻轻颤抖。一旁忘情上人温声道：小袁，我这有一些炼丹的法门，你可需要啊？不需要不需要。齐元连忙说着，弟子就图个新鲜，这就去了。言罢，齐元与灵娥再次行礼，驾云朝着丹房而去。湖边方圆10里之内，顿时就只剩下了江灵儿与忘情上人，彼此对望，深情款款。话到嘴边尚未圆满，忘情上人轻声道：灵儿，我最近研究了一套功法。江灵儿低头道：什么功法？咱们去屋内吧，外面不方便展露啊。好。江灵儿的嗓音已经是细如蚊声一般，恍恍惚惚站起身来，主动在前方带路去了自己草屋。当忘情上人前脚刚迈入草屋，江灵儿瞬间开启了草屋各处的阵法，又用自己的仙力布置了几层结界，略微有些手忙脚乱。李长寿淡定一笑，呵呵，这点小结界还能难倒他不成？怎么着也是自斩了几次道境，差一线天仙境圆满的小炼骑士了。先是探去，却发现了结界之内又出现了一道更强的结界，似乎是忘情上人所布。哎呀，这都是嘛呀？我本来也没想窥人隐私，只是想看看事情发展，会不会走了岔路嘛。既然不让看，那不看就是了。